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一说乌克兰政府宣布要坚守巴赫穆特意味着什么。最近几天，俄罗斯军队基本上完成了对巴赫穆特的合围，乌克兰军队的主力大部分撤出，围绕这么一个小城呢，恶战了6个月，却还没有最后分出胜负，这在战争史上呢，也算是少见的了。无论是乌克兰军人还是西方的雇佣兵，都把这个地方叫做绞肉机，可见战况之惨烈。上个星期普遍认为乌军放弃巴赫穆特，俄军赢得胜利，几乎已成定局。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表态，却让人们的心呢再次沉到了谷底。3月6号，他在会见乌军高级将领的时候表示，巴赫穆特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要继续增兵，严防死守。美国军方并不同意乌克兰军队死守巴赫穆特，有不少的美国专家明确地表示，这个地方只有政治意义，没有军事意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约旦的时候说巴赫穆特的象征意义大于军事价值。他说，死守这个地方的价值在于迫使俄罗斯继续向巴赫穆特投入大量的缺乏训练和装备的部队。乌克兰呢，可以在西方的支持下，耐心地在其他的地方建立战斗力，准备发动可能的春季攻势。另一位美国专家迈克尔·考夫曼表示，乌克兰在巴赫穆特的防御可以点到为止了，再坚持下去不见得有什么好处。那泽连斯基团队为什么决定要继续投入兵力在这个地方死守呢？巴赫穆特这座小城呢，位于通往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路上，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和物流的枢纽，有2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铁路向北一直通到了莫斯科，向南呢弯道进入顿涅茨克市。如果俄军控制巴赫穆特，就将拥有攻占乌克兰东部其他主要城市的通畅的道路，因此呢，它是俄军实现完全占领顿涅茨克地区这一作战目标的关键点。此城具有地势高度上的优势，易守难攻，守城者可以看到周边的一切，向企图接近的部队开火。巴赫穆特市区被一条河流隔开，市里面呢有多个独立的水体，不怕被包围而缺水。这个城市还有广阔的地下隧道，是苏联在2战时期建造的掩体系统和防御工事，其中的一些隧道大到坦克都可以很方便的进出。俄乌双方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以命相搏，巷战原始而有血性，拳拳到肉，刺刀见红。双方每天呢都各自有几百人在这里阵亡。经过6个月的长时间的苦战，2月22号，俄军从东南北3个方向包围了巴赫穆特，乌军仅有的一条补给和撤退的公路已经被俄军完全用火力封锁。乌军坚守巴赫穆特，既有政治也有军事方面的考虑。一是希望利用良好的防御阵地，大量的杀伤俄军有生力量，消耗和牵制俄军，使俄军无法从其他的地方发动进攻。二是鼓舞乌方士气，使其成为坚定抵抗信心的旗帜。同时呢，它也是向西方索要更多的援助的底牌或者是筹码。三是如果不在巴赫穆特顶住，后方大片区域的防御条件很差，设防很困难。巴赫穆特一旦被俄军控制，俄军将长驱直入。对俄罗斯来说呢，攻占巴赫穆特也是具有多重价值的。自从2022年9月乌克兰发动反攻以来，俄罗斯先后放弃了大量的重要城市，比如伊久姆、红利曼以及赫尔松州的首府赫尔松市。俄军面对国内一系列的质疑和议论，有必要再打下一座像马里乌波尔那样的坚固设防的要地，来提振士气。乌军能否守住巴赫穆特说实在话已经没有疑问了。乌克兰高层这个时候做出继续坚守巴赫穆特的决定是毫无意义的，有可能是为了救出被围困的乌军残部而使的疑兵之计。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